2025年7月26日这天，台湾政坛发生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政治风暴77，号称大罢免的行动全面溃败。支持者原以为这将是一次扭转局势的全民行动，要把亲共的立法委员逐一赶出国会，却万万没想到最终结果是零。没错，24位被指亲共的在野党立委和一位市长全数留任原职，这个结果如同一记惊雷，划破所有人的预期，引发全台哗然。为什么罢免机制没有发挥作用？是民意已经冷却了吗？政治动员为何如此困难？媒体与资讯战又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更令人不安的是，许多人不禁要问，台湾会不会正一步步走向香港化的命运？今天我们就要深入揭开这场大罢免失败背后的真实原因，探讨民主机制隐藏的问题和台湾前路的挑战。这次大罢免行动规模空前，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罢免投票，由民间团体发起，在执政党民进党的声援下，他们将目标锁定在31名立法委员以及1名涉嫌贪腐而停职的市长。其中首波投票在7月26日登场，一口气对24名国民党籍立委和新竹市长高虹安进行罢免公投。这些立委多数在2024年初才刚当选上任，却因为在立法院频频杯葛预算、阻挡法案，被批评为亲中势力的代理人。罢免团体的诉求简单而急迫，下架亲共立委，捍卫台湾民主。在他们看来，这些人或与中共高层来往密切，或散布不实讯息，阻挠国防建设。他们的存在已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必须立刻透过公民力量将其撤换。行动初期声势浩大，全台各地掀起联署风潮，志工们挨家挨户收集签名，各选区纷纷达成法定门槛，成功让罢免案进入投票阶段。街头可以看到支持罢免的看板和标语，网络上更涌现反共护台、公民自救的讨论声浪。一时间，仿佛全台湾义愤填膺，决心要利用民主机制清除国会的毒瘤。在当时，不少人对罢免阵营寄予厚望，甚至预期至少能拉下几名立委。民进党内部更将此视为扭转国会劣势的契机，只要成功罢免10几席在野党立委，补选过后朝小野大的局面便可逆转，执政党将重获立法权主导地位。然而，现实给了他们重重一击。开票当晚，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所有罢免案无一通过，24席立委悉数保住了位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选民罢免掉。罢免制度原本设计为公民监督民意代表的利器，但这次却仿佛失灵一般，没能发挥作用。首先，我们要理解台湾罢免投票的门槛规则。罢免案要通过，不仅需要投下赞成罢免的选票数多于反对票，且赞成票数至少须达该选区选举人数的 25%。 这意味着罢免成功需要相当高的动员率，一旦支持罢免的一方无法催出足够多选民，罢免即使略有多数赞成也难以成立。如果支持罢免票达不到选民人数1/4，或是反对票多于赞成票，该名立委就能安然过关。这样的门槛设计本是为了防止少数人随意推翻选举结果，避免政治恶斗。然而在实务上，它也给了被罢免者极大的防守优势。他们完全可以采取冷处理战术，鼓动自己的支持者不要出门投票或直接投反对票，以降低投票率和赞成票比重。毕竟，对被罢免的一方而言，只要让赞成罢免票冲不过 25% 这道高墙，或确保反对票稍微领先，便可安然度过危机。因此，在此次大罢免中，许多国民党立委采取的是手势打法，一方面以道义或理性呼吁，说服选民罢免不妥当，试图争取反对罢免的选票；另一方面，亦暗中默许支持者以冷漠消极的方式抵制投票，以免罢免方得逞。这种高门槛与消极动员相结合的策略，让罢免方陷入了双重陷阱，只要有一环不慎，整盘皆输。而这次开票结果证实了上述机制被充分利用，全台25场投票，只有7个选区的赞成票勉强跨过 25% 门槛，但这7案最终也因为反对票更多而宣告失败。其余18个选区更是连门槛都没碰到，支持罢免票仅达到2成出头便止步。
不难想象，在那些地区，被罢免的立委阵营成功削弱了投票动员，使得赞成票无法越雷池一步。可以说，罢免机制作为民主利器，却被高门槛条款与精心计算的抵制策略给反将一军，导致此次行动全面受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结果并非偶然。回顾近年台湾的选举改革与罢免史，我们可以看到门槛变化的影响。民进党上台后，曾降低罢免门槛，让罢免成为更可行的公民手段，曾造就过高雄市长罢免成功、立委罢免成功的案例。但在经历了几次政党恶斗式的罢免后，社会开始出现对罢免滥用的疑虑，两大阵营甚至一度进入你来我往的报复罢免乱局。例如，国民党先前发动对绿营立委的报复性罢免联署时，曾爆出造假签名的丑闻，多人因此被法办，导致以罢制罢的策略难以持续。这使得本次蓝营立委反倒意识到，与其双方互拼罢免，不如守住阵地。因此，他们集中资源自保，反而让绿营与公民团体这场来势汹汹的大罢免，沦为一场单方面的攻坚战。高门槛的制度设计在此时成了守方的最佳堡垒。在野阵营稳坐壁垒高墙之后，耐心看着攻方力量逐渐消耗殆尽。罢免失败的另一大原因是整体民意热度的冷却与转向。在罢免运动刚起步时，社会上确实有一股怒火。为什么？因为在民进党总统赖清德就任后，国会版图却依然由国民党及其盟友民众党掌控，在野多数利用席次优势，强力杯葛政府预算，甚至冻结国防预算，搁置重要法案，导致政局僵持不下。支持执政者的一方视此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民主运作的破坏，街头出现大规模抗议，要求在野党停止协中共以瘫痪政府。这些抗议与不满情绪催生了反共护台的大罢免诉求。当时许多民众真心相信，不立刻罢免几个亲共立委，台湾就要完蛋。社会弥漫着一种紧迫感与危机意识，一度将民意推向高点。然而，从6月下旬进入7月，这股激情却逐渐降温。为何民心冷却得如此之快？一方面，政治议题的热度难以长期维系，选民的注意力往往随着媒体议题转移和日常生活压力而改变。许多原本愤慨的中间选民，可能在纷扰过后开始反思，真的有必要透过罢免来解决问题吗？尤其当这些被指卖台的立委并未涉及明显违法乱纪时，一些选民开始觉得，用罢免来推翻半年前的选举结果，是否有欠民主程序的周延？日本政治学者小笠原新幸就指出，不少选民心中存有刚选出来就罢免合理吗的疑问。这些疑问使部分原本可能支持罢免的民意冷静下来，不愿盲目跟进。另一方面，民进党长期宣传的抗中保台叙事在部分族群中出现疲态。毕竟自2014年太阳花学运以来，民进党凭借强调中国威胁、守护台湾主权，获得了连续10年的政治优势。但狼来了的信号拉响久了，有些人开始质疑这套说辞是否被政治操作过度。特别是年轻世代，他们普遍不喜欢中共，不支持统一，但也对民进党动辄高举抗中大旗的做法感到厌烦。他们更关心的是低薪、高房价、经济机会等生活议题。如果说反共护台曾是一种有效动员情感的口号，如今对部分年轻人来说，听久了反而麻木，甚至产生怀疑。中国威胁真的那么紧迫吗？还是被拿来做政治工具？在这样的心态下，他们对罢免这类高度意识形态动员的热情自然降低。一项投票前的民调也揭示了民意的复杂面，超过一半的民众其实不满国民党和民众党在国会的表现，认为在野立委让政治陷入僵局。然而，当被问及在野党是否真配合中共瘫痪政府，意图让台湾灭亡时，同意者比例立刻腰斩。即使在民进党支持者内部，都有相当多人不认同如此极端的指控。这意味着在野党是卖台内应的说法，只有民进党最铁杆的支持群众深信不疑，要扩散到更广大的中间选民则相当困难。对许多中间选民而言，他们可以不喜欢国民党的两岸立场，但还不到认定那些立委就是叛国贼，台湾已到生死存亡的程度。当罢免团体
把基调定得那么高，那么危言耸听，反而让部分选民却步，觉得这或许是民进党和深绿阵营的政治动作，而非单纯的公民自救行为。民意的这股冷却与迟疑，无疑让罢免方的动员面临更大挑战。罢免失利的第三项主因来自政治动员的固有困境。简单来说，罢免团体能够调动的票源，几乎就是上一场选举中支持民进党候选人的那些人，也就是赖清德、萧美琴在2024年总统大选拿下的选票基础。这批人是天然的罢免支持者，也是最热情的参与者。然而，要是罢免成功，光靠重新唤起这批支持者还不够，还必须超出上次选举的范围，争取更多原本游离或不同立场的选民。这是因为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往往较高，即便是铁杆支持者，也不可能100%重现到罢免投票中。一些对政治没那么热衷的民众，在总统大选会投票，但对罢免投票可能兴趣缺。因此，要达到25%的门槛，罢免方必须几乎完美的把去年投给赖清德的人再拉出来一次，且几乎一个都不能少。举例而言，在蓝绿势均力敌的选区，如台北市第4选区，罢免阵营需要动员高达90%以上的赖清德选票重现，才能勉强越过门槛。而在一些民进党相对弱势、上次险败的地区，则几乎要每一位支持者都到场投票，还得再额外拉一些新支持者，任务极为艰巨。现实结果也印证了这点，大多数选区中，罢免方最终动员到的票数大约相当于去年赖清德得票的8至9成上下。一些选区表现好一点，动员到了95%，已经非常惊人。也有些艰困选区可能只重现了7成都不到。以平均9成左右来说，已经可以算是把民进党的铁票几乎全数催出了。这其实是了不起的组织动员成绩。然而遗憾的是，对罢免需求而言依然不够。在多数地方，即便投入再多激情和资源，也很难突破原有支持圈层。罢免团体的志工们纵使热情如火，但他们接触与说服的对象多半还是理念相近者，要扩大触及不同光谱的选民十分困难。更大的问题在于，热情支持者与目标选民之间出现了鸿沟。那些最积极投身罢免运动的人，往往是对在野党深恶痛绝，认定对方亲共卖台的铁杆绿营。他们的愤怒和仇恨值可以点燃自己内心的火焰，却不足以燎原到整片选民海洋。毕竟每个热情者无论多痛恨政敌，也只有自己的一票。要赢，需要的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点头。如果无法说服中间选民接受你的观点，光靠同温层的义愤并不能平白增加选票。反过来说，在野阵营此次采取的策略，正是锁定那些温和犹豫的群众下手。他们不奢望把挺绿支持者拉过来，而是专攻那些对罢免将信将疑的人，设法强化他们心中的疑虑或反感，让他们不是站出来投反对票，就是干脆不去投票。只要这些人不加入罢免行列，罢免案成功的希望就渺茫。事实上，蓝营在各地的确打出了不同的组合拳。例如，有些立委本身形象争议较大，容易激起绿营选民怒火，罢免团体在这些选区募得了特别高的联署支持，随后也催出了相对较高的投票率。然而，即便在这些明星选区，罢免赞成票顶多勉强过线，最后仍因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反对票而没能过关。更典型的状况是，大多数选区罢免方动员表现平平，只拿到约2成出头的选民支持，远低于门槛要求。这其中包括一些传统上民进党极弱的深蓝选区，在那里绿营原本票源就有限，要冲高罢免票自然难上加难。也包括一些蓝绿55波，上次小输一点点的选区。按理说这些地方有翻盘潜力，但或许因为当地绿营组织没那么强，或目标立委相对低调不惹愁，罢免投票日就没激起太大涟漪，赞成票寥寥。总体而言，罢免派遇到的就是一场组织动员极限战，要赢就得场场皆超，水准发挥，拿出比上次大选还多的选票。只要有几个选区拉不起投票率，整个声势就弱下来，而这次是几乎全面都拉不起来。反观国民党，他们的组织基本盘本就稳固，这次又发挥出超乎以往的整合力，
他们成功的把去年投给民众党柯文哲的部分选民也拉进了反罢免阵营，尤其在关键几个地区，蓝白合作紧密，共同激发支持者的危机感，让不少原本游离的浅蓝、浅白选民选择站出来反对罢免。虽然整体而言，柯文哲的支持者大多观望，并没有大举替国民党立委背书，但国民党只要从中拉拢到少数，一来一往就足以弥补绿营的攻势。举例来说，在台北市第7选区，国民党新生代立委徐巧芯是此次罢免名单中声量很高的一位，罢免方几乎将绿营票全数催出，恨不得将他拉下马。然而开票后发现，徐巧芯不仅守住了自己的位置，甚至在反对罢免票上也拿到了与他去年得票相当的数字。分析认为，除了深蓝选民力挺外，一部分去年支持柯文哲或原本支持他党内对手的人，这次也投下了不同意罢免票。有人是认为民进党罢免不合理，有人则是国民党地方派系为了报当初初选之仇，不管动机如何，最终效果是他的选区反对罢免票远超赞成票。这说明国民党不但稳住了传统票仓，甚至在某些区域内部的矛盾、跨党支持等因素都变相帮了忙。罢免方出师未捷，并非不用力，而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苦于无法突破原有支持圈的天花板。在这场大罢免的攻防中，媒体与资讯战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事实上，双方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在线下拉票，更是在电视、网络、社群媒体上展开了激烈的叙事战。传统媒体方面，具有不同政治立场的电视台、报纸几乎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性。偏绿的媒体日以继夜强调这些被罢免者如何舔共、亲中，列举他们的争议言行，渲染国家面临的危险。偏蓝的媒体则大肆抨击罢免行动是执政党不甘失去国会而使出的奥步，称其为不尊重民主选举结果的报复性罢免，甚至有人以绿色恐怖形容这场行动，意指民进党企图一党独大，不择手段打压异己。两种论述在空中交火，让一般民众一时间莫衷一是。具体来看，资讯战的几个插曲值得我们玩味。首先是标签战术，罢免方不断重复亲共卖台的字眼，希望深入人心，而反罢免方则拼命撕掉这个标签，强调自己只是主张两岸对话、和平，不等于卖台。例如国民党立委王宏威被批评曾赴中联办见中共高官，争取开放中国观光客，被指统战疑虑重重。但他在罢免答辩中反驳，强调自己推动的是经济观光利多，监督政府弊案才惹来执政党报复。他甚至以受害者姿态喊冤，称民进党动用国家机器斗争异己。这类说法透过友善媒体的大量报道，成功地为他塑造因言论遭打压的形象，让部分不深究细节的观众觉得罢免确有不公之处。另一场舆论战的焦点是对总统赖清德发言的扭曲放大。6月底，赖清德展开全国行脚演讲，呼吁国家团结，本意是希望朝野合作，共度挑战。然而他在某次谈话里说出一句台湾民主就像制茶，需要过滤掉残枝杂质。这句话本来模糊且文学性，但被在野人士解读为赖清德把在野党比作杂质，要过滤掉。蓝营闻讯后如获至宝，痛批这才是民进党真面目，容不下反对意见，视反对者为杂质垃圾，要彻底清除。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纷纷上阵，公开谴责赖清德傲慢独裁、践踏民主。亲蓝的报纸也用大幅标题抨击此言论。于是赖总统的一席话迅速发酵成政治风暴，不仅激怒了蓝白支持者，更凝聚了他们被污蔑、被瞧不起的共同愤慨。很多原本对罢免态度一般的泛蓝民众，因为这句杂质论燃起怒火，决定站出来反对罢免，以表达对执政党的不满。可以说，赖清德的一次口误或失言，被在野阵营巧妙地转化成动员武器，为他们的反罢免宣传添上一把火。这也凸显了资讯战中抓语病、造舆论的厉害之处，一个片段就足以影响整场战局的风向。此外，假讯息与舆论误导也在暗中角力。举例而言，有亲中立场的媒体被揭露断章取义，
引用外电来影响舆论。中国时报曾在投票前引用路透社报道，报头写道：大罢免鼓动社会恐惧感，给人印象仿佛连国际媒体都批评罢免在制造社会对立恐惧。然而经查证，路透社原文标题其实是中性描述，台湾将举行大规模立委罢免投票，内容并无鼓动恐惧的评价，可见该报系刻意加料，用耸动字眼混淆视听，被批评沦为对岸大外宣的帮凶。虽然经过网友和民进党国际部澄清打脸，但这类误导讯息已潜移默化影响部分阅听人，让人对罢免行动产生负面观感。再有，网络上充斥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有人谣传罢免团体背后金主如何，也有人散播被罢免立委如果下台，将由民进党派人直接递补等不实资讯，这些都可能削弱民众对罢免正当性的信心，或制造恐惧心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境外势力的资讯战介入，中共对于台湾这场大罢免一直紧密关注。投票前，中国国台办就频频放话，给赖清德政府扣上独裁、整肃异己的帽子，声称民进党搞一党独大。这些话与国民党、民众党的指责不谋而合，使得有心人能借机渲染。你看，连北京都说赖清德独裁，可见大罢免是玩过火了。尽管台湾陆委会也立即回呛中共干预台湾内政，但对岸的声音通过网络水军、境外媒体渗透等方式，难保没在台湾社群激起一些疑虑和阴谋论。如今结果揭晓，中国官媒更称这是台湾民意对民进党操弄抗中议题的否定，喜见其成。这让不少关心台湾前途的人深感忧虑。难道真有越来越多台湾人不买抗中保台的账了吗？中国的统战宣传是否正在收割成果？资讯战场无形无影，但影响深远。在这次大罢免中，舆论的每一次震荡都改变着部分人的选择。当真相与谎言交织，理念与算计并陈，民主社会的公民要做出理性抉择，其实并不容易。最后，我们要将焦点拉回这次事件的主角们，也就是那些被贴上亲共标签却成功留任的立法委员们。他们之所以能全面过关，除了上述制度优势与大环境舆论外，也跟他们自身采取的体制内操作与策略布局息息相关。首先，善用议会体制掣肘执政，在客观上为自己争取到支持者同情。在过去半年，国民党和民众党结合其国会多数，对民进党政府采取近乎焦土抗战的策略，预算冻结、法案搁置、人事同意权杯葛一一上演。表面上看，这些动作让执政党相当头痛，也引发挺绿民众不满，称他们搅乱国会。但反过来，对蓝白支持者而言，这恰恰展现了在野党制衡政府的力量。他们认为这些立委是在尽职监督，一旦被民进党罢免掉多席，国会由民进党一家独大，监督力量就荡然无存。国民党非常巧妙地转化这种体制对立为民意诉求。他们告诉选民，如果任由民进党透过罢免抢回国会，那才是真正民主的灾难，将没有人能制衡专权。因此，不少保守选民宁可维持现状，也不愿看到执政党在立法院一手遮天。蓝营立委等于将过去半年自己杯葛的不光彩形象包装成为民主制衡者的有功形象，成为他们说服选民的利器。其次，蓝白阵营空前团结，策略联防。面对绿营来势汹汹的挑战，国民党不再各自为战，而是携手民众党形成共同战线。7月25日晚，罢免投票前夕，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上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蓝白大团结场景。国民党立委和民众党的小草们同台宣讲，呼吁选民投下不同意罢免票。连昔日立场看似对立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与立法院前委员黄国昌都站在一起，强调唯有齐心才能抵抗执政党的霸道。这幅画面给蓝白支持者吃下定心丸，既然我们的领袖们都已携手合作，我们也没有分裂的理由。于是，在很多选区，去年也许彼此竞争的蓝白票源，此刻都流向了反对罢免的同一个投票箱。这种联防策略让民进党原本打算各个击破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罢免团体原本期望民众党支持者能认同他们非亲共真在野的论点，
加入下架国民党立委的行列，但结果多数民众党选民并未响应，有的甚至倒向了保卫蓝营立委的立场，蓝白合作收编中间票的效果由此可见一斑。第三，在地经营与选民服务的厚实基础，也是这些立委抵御风暴的关键因素。被点名的这些亲共立委中，不乏地方经营多年的老将，比如云林县第一选区的张家班派系推出的丁学忠，花莲经营深厚的傅昆萁等，他们在地的服务网络、人脉关系盘根错节，对许多地方选民而言，无论他们在电视上说了什么亲不亲共的话，只要能带来地方建设，逢年过节关怀问候，就是自己人。这次罢免过程中，这些立委发挥扎根基层的优势，频繁召开座谈会，走访里邻说明，强调自己多年来为乡亲做的实事，恳请乡亲不要被政党斗争影响。他们甚至诉诸乡情牌，某某委员做这么多好事，民进党只因为政见不合就要拉下他，这样对吗？许多传统选民听了之后心生不忍，决定出来投下不同意票，或者至少不去投赞成罢免票。人情与服务的力量潜移默化地抵消了一部分意识形态的动员效果。对比之下，罢免团体虽有激情的青年志工和外地元首，却难敌地方派系经营多年的根深蒂固。当地主流媒体、庄脚、宗亲关系纷纷出动，一层层把关住自家票源，不让罢免方轻易突破。最后不得不提的是，策略上的收放自如与声东击西。国民党原本打算对几位民进党立委也发动反制罢免，但正如前文提到，他们未能成功跨过联署门槛。或许也正因此，他们索性改变战略，将全副精力投入防守。而在防守中，他们也采取差异化策略。对危险系数高的选区，他们不吝投入大量资源，组织铁票投票，拉拢游离选民投反对票。对危险较低的深蓝选区，则采取降温策略，减少宣传，以免刺激对手票出笼。例如在台东、花莲这类蓝营绝对优势区，他们选择低调处理，甚至乐见绿营把人力物力浪费在这些不可能翻盘的区域，而把战线拉长撒松，也让罢免团体兵力分散，无法集中火力攻下一城。可以说，国民党立委们一边构筑制度防火墙，一边灵活调配攻防重点，最终形成滴水不漏的固若金汤。罢免方没有抓到任何一个缺口，各个选区都被对手见招拆招地瓦解了攻势，结局也就可想而知。随着大罢免以零命中的惨败告终，台湾朝野的政治天秤并未倾斜，依然维持着朝小野大的原状。在野党士气大振，国民党主席宣称这是台湾人民的大胜利，民众党也要求赖清德总统为此道歉，甚至叫萧内阁总辞。执政的民进党则低调表示尊重民意，承认受挫，强调民主机制的展现没有输赢之分。然而，冷静观察，这场事件对台湾政治生态的影响与启示却十分深刻，也引出了台湾正在香港化这个令人不安的疑问。所谓香港化，在此指的是台湾会不会走上香港的道路，民主逐渐凋零，亲中势力做大，社会对威权侵蚀产生麻木与无力。这次罢免失败，让部分人士产生了此种焦虑。他们忧心地指出，民进党经10年打造的抗中保台路线，竟在民意面前碰壁，表示部分选民对这套论述疲乏或怀疑。这对中共来说无疑是利好局面，北京很可能因此更加大胆，加强对台统战渗透，因为他们看见台湾内部对中国威胁的警觉似乎削弱了。如果台湾人民逐渐不愿为了抵抗中共压力而团结一致，而是陷入蓝绿恶斗、意识形态极化，这正中北京下怀。极端一点的观点认为，大罢免的结果显示，台湾社会对中共的危机感正在降低，年轻世代有人开始幻想和平对话的可行性，而轻忽共产政权的真实意图。这条路如果继续走下去，会不会有一天台湾人也像当年许多香港人那样，对侵蚀一步步让步退缩，最终陷入难以翻身的困境？然而，我们也必须理性看待这个问题。台湾当下的情势和香港仍有本质不同。香港是一国之内的特别行政区，最终命运被北京掌控，而台湾是主权实体，有自己的军政体制和全民选举。
台湾人对民主自由的珍惜远比过去香港社会要来得深厚，对中共的不信任感依旧普遍存在。在这次罢免投票中，虽然亲绿阵营失利，但并不代表多数台湾人转向亲共立场。其实更多选民是出于对民主程序和安定的考量，拒绝频繁以罢免翻盘选举结果，这本身也是对民主成熟度的一种体现。正如有美国学者所说，这次结果从长远看或许对所有政党都有好处，因为避免开启一个罢免常态化的恶例。如果未来逢选必罢，逢输必报复，民主政治将陷入永无宁日的内耗，这绝非台湾之福。从这角度看，选民用选票对两大党都敲了警钟。民进党不能再迷信激情动员的敌人论，需要更细致地阐述政策，争取中间民意。国民党也不能自以为高枕无忧，毕竟大部分台湾人仍然拒绝统一，坚持主体性。他们只是对民进党的一党独大有所顾虑，但不代表接受亲中路线。至于香港化，倒不必过度悲观，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香港的教训在前，自由的消逝往往是从内部分化、外部渗透开始的。台湾这次罢免失利，表面上看是一场政党角力挫败，深层反映出的却是民主治理的挑战。严重的政治极化正在侵蚀国家安全和社会团结。如果朝野继续恶斗，彼此不妥协不对话，国会空转，人民对民主政治的信心将一日日流失。一旦公众对民主产生幻灭，觉得反正谁执政都一样内耗，那么极端选项，甚至对威权的错误期待可能乘虚而入。这才是香港化真正的危险所在，并非台湾人会忽然爱上共产专制，而是可能在斗争中耗损了对民主制度的信赖，对极端主张变得冷感甚至姑息。民主之路从来荆棘歹徒，大罢免的全军覆没，对民进党和公民团体而言固然是一次重挫，但或许也是一个契机，让执政者深刻反省如何更谦虚地与在野党相处，寻求理性监督与合作，而不是一味诉诸意识形态对决。台湾社会期待的是更务实的对话与治理，国际民生问题亟待解决，国防安全也需要朝野共识。正如有专家所建议，赖清德政府或许该放软身段，尝试跨党派对话，在野党也应避免焦土政策，才能真的为民众带来利益。毕竟民主政治中出现政党轮替，朝小野大并不稀奇，关键在于能否透过协商妥协找到平衡，使国家运转不致停滞。这次罢免的剧烈对撞提醒我们民主机制的韧性重要性。制度提供了解决内部旗舰的框架，但最终还是要靠人心的智慧与包容去运行。台湾不会变成下一个香港，只要我们自己不放弃守护民主的决心。大罢免失败的真正启示或许在于，光靠激情和仇恨无法支撑一场长久的民主抗争，唯有凝聚更广泛的共识，诉诸更理性的说服，才能带来真正的改变。亲共立委们这次侥幸过关，不代表人民就允许他们为所欲为，他们日后仍将面临全民严格的检验，包括年底地方选举，未来的立委选举都是选民手中的评分机制。台湾正在香港化吗？或许现在下结论言之过早，但我们确实正处于一个需要高度警惕的时刻。民主的堡垒看似坚固，但侵蚀往往从细微处开始，也许是一个制度漏洞，也许是一丝冷漠与疲倦。所幸台湾的公民社会依然充满活力，经过这次挫败，相信许多人已经在反思路线与策略。民主不是透过一次罢免就能一劳永逸，它需要持续的参与、监督和调试。正如有心人所言，我们没有成功，但更不能停止关心台湾发生的一切。罢免票虽然没有换来眼前的胜利，但唤起的民意震荡将成为往后政治发展的养分。未来台湾会选择走向何方，取决于每个台湾人是否愿意持续为自由民主站出来，哪怕方式和路径需要调整，也不要失去初心。让我们以此为鉴，继续前行。在民主道路上，台湾还会面对更多考验，但只要汲取香港的前车之鉴，也从这次内部的碰撞中习得智慧，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台湾不会香港化，台湾会走出属于自己的民主道路。这条路或许曲折，但正因为有无数守护民主价值的人民一路同行，
台湾的未来依然掌握在台湾人自己手中，民主之火不会因此熄灭，反而将在淬炼后燃烧得更加旺盛，让这次大罢免的教训成为我们继续捍卫台湾、巩固民主最深刻的养分。台湾，加油！